第9章到处绑票，到处杀掳人勒赎，市民震惊绑票盛行，百姓骇然绑票之危，险及己身，精神分裂，魔鬼缠绕，为虎作伥，无恶不作，领户口米，引起疫病。司法部长死于跳尸博物院路上的贝斯·阿哈伦犹太教堂。抗战时代的上海76号魔窟天天用暗杀方式来消灭异己分子。每天早晨打开报纸一看，时常有某人在某处被枪杀的新闻。他们天天暗杀的目标，一种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政工人员，一种是不肯就范的新闻记者和一些手无寸铁的文化人。他们开好名单，将这些人逐个杀掉。因为当时上海的一般报纸不问大小，几乎张张都对汪派人物大骂特骂，骂得越凶，销路越好，看的人也越痛快。枪杀方式实在可以说惨绝人寰，而枪杀的结果往往更加深人民的反感。因此，他们就想出另一个办法来，一面开枪打死人，一面又开出一张83人的黑名单，公然将名单派给当事人，因而传播得很快。于是好多报馆都提高警惕，大家在报馆门口加筑防卫设备，堆上沙袋，深沟高垒，有些加装铁门，有些做上一道铁丝网，日夜派人看守，如临大敌。但是防卫工作只能保卫报馆的安全，新闻记者出出入入，还是随时会遭到不幸。当然，每一个被列入暗杀名单的人都有家室，即使新闻记者带了被头铺盖睡在报馆里，但是他们的家眷所在，暗杀者调查得清清楚楚，家人还是有危险。所以这张名单发表后，名单中的83人心理上感到的威胁当然解除不了。这张名单他们又不断修改，一会儿82人，一会儿变成85人。当时我也看见过这名单，现在都不记得了。最滑稽的是，名单上有几个人早已投入了他们的圈子，如陈达哉就早被他们收买，这是他为了要保持原有的岗位，从中传递消息，以便掩护他的真面目。诸如此类的情况，当然不仅是陈达哉一人，因此更令名单上的其他人感到危机四伏，威胁加深。新闻界中人硬骨头的也不少，尽管一个个倒下去，他们还是无所畏惧地揭露，使得汪派中人恨之入骨。但毕竟报馆都设在租界，这些人多少还得到一些庇护。有些人看看风头不对，陆陆续续逃到后方去的也有不少。我对新闻界中一部分人虽然很熟，但总觉得我不是他们圈内人，所以上面所述的不过是一个轮廓而已。掳人勒赎市民震惊汪伪政权开场之后，除了76号，还组织了和平救国军，有的称第几师、第几十几师司令部。这些师部并不重视作战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逮捕反日分子与反汪分子。名目虽是如此，实际上另有一套，这一套就是变相的绑票行为，说出来也是骇人听闻的。他们最初开场就选定若干拥有巨资的实业家，第一个就是五洲大药房主人向松茂。向是做固本肥皂起家的，又兼做甘油。甘油本是化学原料，也是做火药的一种爆炸原料。他们知道五洲大药房在虹口有一个附属机构，尚未完全炸毁。一天，向松茂出行，走出租界毗连闸北的铁闸，就被他们认出，绑了就走。从此向松茂就杳无消息。不久，噩耗传出，向松茂已死于非命。接着就有许多实业家被绑架，
像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业先，公然在租界被绑，他稍加抵抗就被他们枪杀了。后来大家才知道，这种绑架的事情实际上是可以用银钱赎救的。到后来，他们已不必再给人套上什么抗日分子的帽子，谁有钱就绑谁，报纸天天披露，总有1、2人被绑出租界，结果都是用巨款赎出来的。这批绑匪和76号的打手出事我不甚了了，不过其中有一个人既是76号中人，又是绑匪集团中一个首领，此人我是相熟的，就是林之江。我现在正可以把他一个人的事写出来，以盖其余。有一个时期，我很喜欢拍照，凡是摄影家多数相识，当然他们学习的是艺术性的摄影，我摄影技术是不够水准的。其中有一个诸暨人叫许延夫，他是抗战前市党部的干事，也是社会局某科的科长，因研究摄影就相熟了。许延夫口才奇佳，善于演讲，说话声音响亮有力，办事也干练得很。他出入时常常伴有一个年龄相若的朋友，同样讲诸暨话，这人就是林之江。过去我虽见过几面，但是彼此毫无印象。自从汪派开市，市党部的旧人全部倒了过去。那时许延夫在内地被秘密派到上海，负责重新组织一个抗日性的市党部地下本部。许延夫重来上海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他扮成病人住到戈登路、金江宁路劳工医院中。说起劳工医院的创立，是在128之前，有一个抵制日货的时期，由各界人士组织了一个抗日会，商界中人最热心，三星棉织厂张子莲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。他厂里的一个职工是一位行动人员，居然自己能制炸弹。这人到一间专售日货的南货铺去丢了一个，不但炸伤好多人，连他自己的臂部也被炸断了。报纸上大登特登，称他为断臂英雄。后来抗日会的行动越来越扩大，甚至到工厂、仓库、码头上对日本货加以没收。抗日会的声势一时震动朝野，政府当局迫于形势，就令市党部人员也参加在内。没收的东西最初只有几百几千元，后来动辄几万元。不久，日本提出抗议，外交部就屈服了，即刻下令禁止没收日货的行动。但是没收下来的东西已接近100万元之巨，这笔账流言甚多，无法结束。结果由潘公展、吴开先、王延松等出面主持拍卖，把拍卖下来的钱作为建筑劳工医院的费用，就买了一块地，盖成了这间劳工医院。